我们说湘江儿女与新疆有着不解之缘，其实不光新疆有很多湖南人，也有将近1万名维吾尔族在湖南生活，是除了新疆以外最大的维吾尔族群居地。他们是600多年前从新疆迁徙到湖南的一支军队的后代。这里很多人都有一个独特的姓氏，那就是姓简。据说这个简姓最早在百家姓中是没有的，他们祖籍在吐鲁番哈密一带，在松原时期跟随蒙古骑兵灭辽，后来投奔朱元璋，立下战功。明太祖朱元璋为他们赐姓为简，还赐了封地，他们因此在中原地区定居。著名的历史学家简伯赞就是湖南桃源县的简姓维吾尔族，他也是我们维吾尔族的骄傲。您身边有没有姓简的朋友呢？如果有，他们大概率是祖上战功显赫，保家卫国的维吾尔族后裔。不过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你光凭外表可能分辨不出来了。在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在几百年间和回族以及当地原住民和睦相处，相互通婚，慢慢的外貌特征上已经无法进行分辨了。不过他们骨子里面还是刻着维吾尔族的能歌善舞、积极乐观的基因。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湖南常德桃源县看看。嗨，要西莫的新疆的中国第一，你都知道吗？首先，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达166.4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另外，新疆有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马干沙漠，面积33万平方公里。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量90%，全国第一。新疆番茄的产量占全国90%以上，全球每4袋番茄酱当中有1袋是来自新疆。新疆辣椒的产量占全国的1/5，很多国际大牌的口红里面都是有我们的新疆辣椒。世界薰衣草3大种植区就在新疆的伊犁，种植量和产有量均为全国第一。新疆葡萄的产量占全国28%，全国第一。新疆巴旦木的产量占全国95%以上，全国第一。新疆开心果的产量占全国95%以上，全国第一。新疆煤炭的储量占全国40%，全国石油储量1/3在新疆。新疆天然气的产量占全国的1/4。新疆风力发电组数全国第一。你知道吗？你家用的电和天然气也可能是新疆的。11年以来，新疆累计向外输电量可以让全国14亿居民使用156天。同时，新疆还有太多了，剩下的大家在评论区说吧。娶新疆姑娘到底需要多少彩礼？今天我就给大家正经的好好讲一讲。其实我们新疆婚礼的习俗和其他地方还是有所不同的。在新疆谈婚论嫁还真不是多少彩礼的事。新疆女孩是不会跟男生谈要这个要那个的，因为在他们心里谈这些就玷污了那份真挚的感情。如果真心爱你，什么房子车子啥都没有都无所谓，你只要真心对他好，他就会死心塌地的跟你一辈子。而且我们父母也都是，他们不谈钱，他们就希望孩子幸福快乐，对方有啥没啥，只要人好，父母会帮着小两口把日子过好，买什么缺钱父母凑。在新疆我没有听说过谁家因为没车没房财力不够分手的，而且新疆本身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节奏慢，大家心态也好，有啥烦心事儿吃个哈密瓜，吃一顿羊肉串，跳个舞就过去了，也不需要有多好的物质。新疆女孩也不会攀比谁背个名牌包包，我有没有什么的。当然有一些为了讨个彩头也就7、8万块钱，但并不是必须要多少，没有一定不行的那种。所以如果你遇到喜欢的新疆姑娘，大胆的追，真追到手一定是你一辈子的幸福。我这是遇到大哥了，让我别废话，直接说有多少彩礼。大哥确实是到位了，大家说说吧，我要多少合适呢？其实我更在意的是彼此是否相爱，爱我和我爱都是不可或缺的。我觉得任何一方单方面的付出都很难持久，人生是长跑，感情也是，人格的平等，情感的平衡才是长久走下去的关键。其实很多维吾尔姑娘和我是一样的想法，会相对比较单纯，并不太追求物质，但这样反而更难遇到对的人。因此我们也会格外珍惜，认准一个人就希望是一辈子。
我们从小接受的思想教育也是如此。我的爸妈也是我的榜样，他们非常恩爱，相爱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吵过架。我也希望拥有像他们一样长久的爱情。今天我要贡献一下，我不要彩礼，100头牛也不要。但我在选择另一半时，要求也是不低的，一定是才能和品格兼备的，智商情商双在线。所以我不主动要，他应该也会主动牵着牛来，这才叫优秀。新疆的水果和特产呢？嗨呀，是吗？最近很多粉丝在评论区夸我普通话还不错，你们知道吗？作为一个新疆主播，用汉语给大家分享有多难。在这个季节，4、5月6分来新疆，4、5月6，首先在这个季节4、5月6，首先4月份的天气，4月份的天气。4月份的天气气温5到15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占据横空岛等五家国家一类等五个国。Oh my god！ 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居然在新疆，你敢信吗？今天再给大家一个来新疆的理由，那就是来新疆不高反。点个赞，关注我，给您讲讲。在大家影响里，我国地势西高而东低，自然也就认为新疆海拔会高。但实际上，新疆像一个身材曼妙的美女，地形地势是各种曲线。让我们来看看新疆的最北端阿尔泰山脉，位于中蒙俄3国国际上，其最高峰为友谊峰，海拔4374米，很高吧？但是向南，这里是种嘎尔盆地，是中国第2大内陆盆地。盆地最低点艾比湖，湖面海拔189米。紧接着来到新疆中段，滇沙山脉最高峰图马尔峰，海拔7443米，又高了。向南是我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最低点罗布泊，海拔780米左右。而新疆的最南端卡拉昆仑山脉巧克力峰也是世界第2高峰，海拔8611米。由北到南，从4000多米到100多米，再到7000多米，再到700多米，再到8000多米。这何止是 S 曲线，这简直是个 W 曲线。而我国的最低点在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艾丁湖。注意，和刚才那个艾比湖名字很像，但不一样。湖面海拔-154.31米，比海平面低了150多米。我国应该没有比这个更低的了吧？那么问题来了，你的城市海拔多少呢？我国海拔最低的城市又是哪里呢？新疆居然还分为南疆和女疆。新疆居然还分为南疆和北疆。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新疆哪里是草原。
不给你做攻略。哎呀，什么的？它被称为最恐怖的景区，一度被认为死亡禁区，那就是新疆魔鬼城。独特的雅丹地貌。关于魔鬼城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天神为了惩罚人间的尔虞我诈和战争，将原本繁华的城堡和所有的人都压在废墟之下。每当深夜降临，废墟下的亡魂就会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叫声，希望天神能听到他们的忏悔，请求得到天神的饶恕，所以当地人把这里叫做魔鬼城。其实这里就是雅丹地貌，是新疆洛布泊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地貌形态，是典型的风式地貌。1亿多年前，洛布泊地区曾是一个湖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大风和洪水将沙砾带入湖水中，逐步沉淀，形成了夹着砾岩和泥板岩的岩层。大约7000万年前，准噶尔周边地区逐渐抬升，形成了陆地高台。在极干燥的环境下，这些陆地高台受到大风的侵蚀，岩层的坚硬程度不一，地表裂痕逐渐被加宽加深，演变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魔鬼城。而肆虐的风在沟壑中穿梭，发出的声音就像魔鬼的哀吼。面对浩瀚无垠的戈壁，您想不想来探寻一下关于这里的秘密呢？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新疆人到底能娶几个媳妇儿？有多少人从小因为一句歌词产生了这样的疑惑？依据彩礼的事媒体，娶一个新疆的媳妇儿，带着钱财，还有一辆马车，而且还要带着妹妹，因此得出结论：新疆不只能娶一个媳妇儿。醒醒吧，娶一个都不好找，更别说几个了。如果有异议，请参考《民法典》第1042条。其实我国古代确实有娶妻子带着妹妹一起嫁人的情况。《周易》第54卦讲：贵妹以弟，伯能履，征吉，讲的就是姐姐出嫁，妹妹从嫁，而且还吉。但那是古代哟。打扮成的姑娘这首歌曲中的带着你的妹妹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妹妹是伴娘的意思，是带着你的伴娘来。这首歌曲的作者是西北歌王王洛宾，当年他在兰州听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哼唱了一首民歌，旋律非常动人，他便快速记下曲子，并且找了人翻译歌词。在翻译过程中便出现了伴娘和妹妹这2个词的混淆，实际上就是伴娘的意思。快想想还有哪些歌的歌词是让你听完之后疑惑至今的，评论区说说吧。新疆人的名字到底有多长？你平时听到的古力娜扎、迪丽热巴、尼格买提都不是他们的全名。我们的名字里面是没有姓氏的，是自己的名字加上父亲的名字组成了我们的全名，其中用一个点分割，父亲的名字在后面。例如一个男孩的名字叫阿迪利，他的爸爸叫马尔丹江，他的全名就是阿迪利马尔丹江。有人说，这意味着父亲永远站在我们身后，保护着我们。有时候父亲一个人不太够，爷爷还会站在父亲后面，就像阿迪利马尔丹江奶奶体。如果还不够，那也不能再加了。再长的话，上课老师光点名了，考试我们就光写名了，点完名就该下课了，写完名字就该交卷了。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新疆人的名字到底有多长？平均都有5-6个字以上，我的名字就有7个字。新疆小古，这里的古不是鼓励的简称，而是古兹努尔，这个翻译过来意思就是美丽的光，而古丽是花儿的意思。我的全名是古兹努尔买买提，但是大家不能叫我买买提，因为买买提是我爸爸的名字。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军训教官点名喊买买提买买提，一喊我就想家，左右看，我以为买买提没来呢，教官以为我没来呢，所以我们的全名组成就是自己的名字加上爸爸的名字。以前的同学会叫我谷子，但自从我做自媒体，大家都叫我小谷，这样也挺亲切的。
还有什么？新疆人为什么都会跳舞？我们过节在跳舞，生日会跳舞，结婚会跳舞，来朋友了还会跳舞，甚至平时吃饭了都在跳舞。白天我们要跳舞，晚上呢我们在跳舞，还给自己开了一个专门跳民族舞的围吧，而且我们会非常认真的打扮，一直跳到凌晨。来新疆想看美女，知道去哪儿了吧？这种气氛你不想学跳舞也很难。震撼的是，这种文化已经传输到外地去了。海南三亚你去过吧？那边处处可见有人在跳新疆舞，而且跳新疆舞的大多数不是少数民族，并且跳得比我们还要好。我们的舞蹈真的是成功的列入了广场舞的一部分。除了基因上的遗传，我们具有良好的氛围。所有的新疆小孩在小时候都会被家长培养起来，吃好饭了，家长无聊了，都会让小孩即兴的跳舞，而且他们真的是在认真的教他们怎么跳舞。新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多民族的居住的特点，从古到今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跳舞成了不同民族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可以通过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强身健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新疆姑娘结婚，房子、车子、彩礼都可以没有，但黄金首饰一定得有。新疆人到底有多喜欢黄金？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都非常喜欢，可以说是有点着迷。不仅是喜欢黄金，甚至金色都非常喜欢。看我这个房间，壁纸、沙发、相框，连灯都是金色的，各种餐具、器具也都非常喜欢用金色的。结婚的话要买所谓的3金，戒指、耳环、项链，也有的再买一个金手镯，当然也不用太重的。再就是买个纯金的手表啊，是吧？像我拍视频能用得到的，买个金帽子啊，然后买第2个金帽子啊，带不带钻都行哈。然后金腰带呀，金高跟鞋呀，出行不用买车，买个自行车是吧？黄金的等等吧，就象征性的买就行。我哪有同你儿包？开玩笑的，就简单的3金5金也就够了。感情真好，什么都没有也无所谓。但是新疆人喜欢黄金是真的哦，有一些豪气的，在婚礼上真的是能看到满身的黄金，一身几10万的黄金也是很正常。而且这边的黄金店非常多，款式很华丽，做工也非常的好，最主要的价格还便宜。后面我找个机会好好给大家拍一下看看。大家不要再争了，为了弄清楚新疆的三文鱼到底是什么鱼，到底能不能生吃，我特意开了15个小时的车，跑了一趟伊犁的尼勒克，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新疆养的三文鱼到底是什么鱼？答案是三杯体虹鳟鱼。这个三杯体虹鳟鱼和银鳟、大西洋龟、王龟都属于龟科鱼类，而且国际机构 FAO 也将上述4类归为三文鱼。其实我觉得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不关键，核心还是是否有寄生虫，能不能生吃，营养成分怎么样。尼勒克的养殖基地是天山脚下，冰川雪水汇聚成喀什河，水是可以达到饮用级别的，水质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水温冷凉，富含溶解氧，水深100米，适合三文鱼的生长。还有就是尼勒克养殖基地周边甚至没有化工企业，养殖基地附近都没有牧场，可以说没有任何污染源。明确一下，这里是淡水养殖，并不是人工调配海水养殖的。新疆人工调配海水养殖的是南美白对虾以及其他海鲜，水源没问题了，养殖过程也是非常科学的。从小鱼苗到成品鱼需要3年的时间，养殖密度低，鱼也非常活跃，而且鱼的加工环节我也看了，更为震撼，完全无菌化操作。不管进去工作还是参观，都需要换好防护服，全身多次消毒，10万级的无菌车间。我以前的观点是不建议生吃的，但后来参观了整个养殖基地后，我开吃了，根本停不下来，是因为我看了这样的环境，
这样规范的养殖，觉得完全不用担心。但说回来，能不能生吃得看是谁吃。据我了解，还有一些地方生吃草鱼呢。一个大神说了，只要你刀工好，够锋利，切得快，切得薄，你能把寄生虫切死，这属于胡扯。但是确实不同的人群、不同体质，要有不同的吃法。这三杯蹄红鳟鱼营养丰富，吃法可不止生吃这一种哦。新疆所有的特产中，最早流入中原地区的，您知道是什么吗？传说中西域的西王母曾向皇帝和顺帝进献过白环，这白环是玉石制作的符，名字叫修符。大家可以猜一猜，具体是干什么用的？此外，关于玉石贸易的记载，除了《山海经》中的内容，在战国时期成书的《管子》中已有详细记载。《管子》中把新疆的玉叫做鱼之玉，这个鱼之也翻译成肉之。没错，这个就是后来汉武帝派张骞想联合抗匈奴的大肉之的前身。肉之人原本生活在敦煌一带，他们贩卖玉器。那个时候中原人并不了解玉产自昆仑山，以为玉产自肉之人生活的地方，因此成为玉之玉。这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在丝绸之路之前，其实就有了一条中原和西域的商贸之路，是玉石之路。千百年来人们念念不忘的玉门关也是证明。显然玉门关是玉石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而敦煌也是其中之一。通过这条路，中原地区和西域开始了最早的融合，所以玉石是新疆特产中最早来到中原地区的。您猜到了吗？新疆产海鲜了，但是新疆可没有大海。不过新疆却有另一种海，那就是沙海。面积达到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相当于3个江苏省的面积。在这沙漠之海中行驶的以前是沙漠之舟骆驼，而现在又出现了一条震惊世界的钢铁巨龙，那就是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周的环塔铁路，全程2712公里，比北京到拉萨的直线距离还长。这是世界上首条沙漠铁路环线，我国真不愧被称为基建狂魔。要知道，这沙漠可是流动的，像水一样。塔克拉玛干沙漠每年移动约20米，建设难度最大的河弱路段825公里，这里无路、无水、无电、无信号，气候条件恶劣。来，让我们看看建设现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铁路建设者硬生生在沙漠之中打造了一条绿色长廊，825公里，投资了200多个亿，车票却仅需要98块钱，汇集了沿途7个县市，超过100万人口，让他们可以坐上火车走出去看看。我相信，只有在我国才会建出这样不计回报的工程。以后来新疆玩，大家又多了一种出行选择，那就是坐上火车游新疆。你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南来到库尔勒赤梨，随后来到库车看胡杨，抵达阿克苏吃苹果，再向南来到喀什，可以在这里玩上几天，买点西梅、小花帽，再奔向和田买个手镯，吃烤肉，然后坐上河若铁路来到若羌，买点若羌灰枣，就可以往回走了。哎，这怎么听着像购物的团呢？咱可不是哦。关注我，来新疆，小狗给你做攻略。女孩嫁人后是不是户口都随父迁走啊？新疆有一个女孩，她结婚10几年了，至今都不愿意把户口从妈妈户口本上迁走，而且这个妈妈还不是她亲生妈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叫王树珍，早早就失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可她却意外拥有了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妈妈，那就是收养了10个孤儿，养育了19个孩子的新疆妈妈阿尼帕。王树珍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后没多久也撒手人寰，她和兄妹4人就开始了流浪生活。那是1977年，流浪要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小树珍身上衣服又破又脏，头上长满了头衔和癞疮，身上也是有刺鼻的味道。阿尼帕妈妈看到了小树珍的样子，伟大的母爱油然而生，她一把将小树珍搂在怀里，眼泪不自觉哗哗地流了下来。小树珍戴了一顶破帽子，已经和头上的脓疮粘在一起了，完全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在新疆，女孩子的辫子可像她的命一样珍贵。阿尼帕为了治好小树珍的头衔癞疮，每天带她去医院上药。2个月后，小树珍的头发慢慢地长了出来，恢复了她清秀的面庞。头发长出来了，孩子。
真的长出来了。后来，阿米爬妈妈收养了小树珍，同时也收养了她其他3个兄弟姐妹。阿米爬妈妈给了小树珍一个温暖的家，也给了她伟大的爱。至今，王淑珍还依然留着过膝的长发。她说，这是妈妈给她的青丝，更是这份博大母爱的见证。结婚10几年，她始终不愿意把户口迁走。她说，她不想离开这个大家庭，在妈妈这里。我哭了，在妈妈这里能待多久就待多久。新疆有一种老底座川华，国家2级保护植物。前段时间，一位博主在天山拍了一张手持天山雪莲的照片，随后就被热心网友举报了。如果这是真的天山雪莲，那将是3年以上的小房子起步。天山雪莲自古以来都是珍贵的植物，中华9大仙草之一，5到8年生长，一生只开1次花。相传，早在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张骞从西域返回长安，就带回了由天山雪莲和其他4种果子共同酿造的葡萄酒。汉武帝非常喜欢，并赐名雪莲葡萄酒，此后便成为御用贡酒。这种用天山雪莲酿造的酒至今也有，但据我所知，目前只有新疆才生产，而且产量极少，以前是买不到的。今年8月份，新疆首家天山雪莲体验馆开业，在线下才有少量供应，在新疆也只有来了珍贵的客人才会用它招待，我也就只有1瓶。这款酒它选用的是天山山脉雪线以上的天山雪莲和多种精选药材，再用天山脚下葡萄酿成的原汁为饮而成的，在新疆可以算是一份顶级的礼物。过2天开直播我就送了。天山雪莲其实是新疆的一张名片，很多人都知道武侠小说里面这就是一个神物，谁如果被送走了，一个雪莲就能让他回来，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本草纲目》中确实也有记载，此物产于极冷之地，乃阴极阳生故也。具体能干啥，大家就自己查查吧。新疆之大，快递都害怕。作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省级单位，新疆到底有多大？新疆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领土面积的1/6，大小跟伊朗差不多。新疆面积等于3个法国、5个意大利、7个英国。新疆等于3个四川、10个山东、15个江苏、99个北京。新疆东西宽是1950公里，南北长是1550公里，跟我们陆地接壤的国家有14个，其中跟新疆接壤的就8个，分别是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新疆的乌鲁木齐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我们想看海起码奔波2500多公里。在新疆开车，你一定要时刻注意着你的油箱表，见到加油站就得加一下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加油站离你到底有多远。在新疆谈恋爱，阿勒泰地区的小伙爱上了喀什地区的姑娘，这本地恋比广州小伙爱上山东姑娘的距离还要远，中间还隔着一座7443米的天山。新疆大，新疆的山脉也大，天山山脉的面积占新疆的1/3，比四川省还要大。天山把新疆一分为2，划出了北疆跟南疆。北疆相对比较湿润，植被丰富，牧场较多。南疆比较干燥，以农耕为主。没想到新疆这么大吧？快给新疆点个赞吧！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